你天生科夫相啊！但是钞票呢就日日涨，有机会做富婆，就是没机会做人家的老婆。小姐，你还是积点阴德，不要在家了，省得多磕死一个老公。你相信我吧。我信，你已经是第72个对我这么说的相士。正如算命先生所说，女人已经连续克死3个老公，并且继承了他们的1000亿财产。第一个老公叫大卫，是个好莱坞明星，可就在结婚当天发生了意外。第二任老公叫大嘴，是当地最大社团的老大。婚礼当天，由于过于高兴，开怀大笑，结果一只麻雀飞进嘴里，将他活活噎死。第三任老公叫阿纯，是个牧师，他已经为可怜主持了2次西式婚礼，这次轮到自己改为了中式。开始一切正常，阿纯也熬到了婚礼的最后一关。可就在他去换衣服的时候，2个前任跟他打了个招呼：“你好，你好。”胆小的阿纯就被活活吓死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你娶这个克夫的亿万富婆，你敢不敢？这部1982年的港式灵异喜剧神作反转彻底拉满，别人撞鬼拼命逃生，这部片的恶鬼反倒拼命给前妻牵线找新老公。他们这么做居然还有3大理由。第一，如果他死了，谁来供奉我们？连元宝蜡烛都没得吃啊！这第二，我们这儿这么多孤魂野鬼的，如果他死了也下来，我们投胎的机会就又少了一个。这第三，如果他死了，我们的遗产全给政府没收了，到时候连房子也拆了，那我们的灵位摆在什么地方？那他不能死，岂止不能死啊，我们还要保佑他长命百岁。哎，他打扮那么漂亮，给谁看呢？当然是给人看了，那不给鬼看呢。那我们不是要戴绿帽子吗？哦，既然早也戴，晚也戴，不如选一顶合适的给自己戴。神经病，自己选的帽子吗？荒谬！哎，这次他说的有道理。既然可怜天天愁眉苦脸的，不如让他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我们真要戴绿帽子，合适的有什么关系？就在3人正愁找不到合适帽子的时候，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原来是他们3人最喜欢听的午夜鬼故事，讲故事的正是电台主播阿伦和他的搭档阿伟。听完故事，大卫提议就让阿伦来给他们戴帽子，这样不仅能让可怜开心，他们也能天天听鬼故事。很快3人就达成了一致，于是一场由鬼精心策划的恋爱计划开始了。他们首先要给阿伦和可怜制造一次偶遇。大卫先是把碍手碍脚的阿伟吓晕，然后阿纯到车上把可怜的地址告诉阿伦，骗他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恐怖故事的灵感，更是在路上放了路标指引。为了寻找灵感，阿伦就壮着胆子来到了所谓的鬼屋。眼看阿伦上钩，他们立刻拉动电闸制造屋里闹鬼的假象。结果阿伦一进屋就看到差点让他把鼻血喷出来的一幕。次日阿伦醒来后误会更大了，可怜还以为阿伦是他的疯狂追求者，阿伦还想辩解，可他的身上全是证据。这是不是你写的都没关系，但是写在你身上的一定是发自你内心的。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不是我写的。爱你，爱你。那么肉麻的爱，你还是留给别人吧，我要出去了。可当阿伦得知只要和可怜在一起就能少奋斗30年时，就对他展开了疯狂追求。在他的死缠烂打下，可怜终于答应和他约会。3个鬼老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，他们见阿伦一直在那里尬聊，就上去帮他邀请可怜跳舞。可没想到阿伦的舞蹈比他的聊天还尬，鬼老公只好再次出手。眼看时机成熟，鬼老公再次献上助攻。看到字幕后，可怜以为是阿伦在向自己表白，于是便邀请他回家吃烛光晚餐。可不解风情的阿伦居然带了电灯泡，一进门，阿伟顿时就被可怜的美貌吸引。可怜也只能尴尬一笑，准备到厨房多准备一份晚餐。3个鬼老公怎么能让这个电灯泡破坏了他们的计划？于是趁阿伦不注意的时候，现身将他丢了出去。阿伦还以为是朋友，想要成全自己主动离开。很快烛光晚餐就开始了。3个鬼老公见阿伦跟个木头一样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在鬼老公的助攻下，2人终于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3个鬼老公见他们大功告成，喜极而泣。可紧接着他们就听到一个坏消息，里边这个家伙就快死了。
为什么？我调查的很清楚，里边那个马子是名副其实的黑寡妇，哪个男人跟她在一起啊都得死。他这一翘课，我就去投胎，他来做孤魂野鬼，怎么样？三个鬼老公自然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，在干柴烈火发生之前，直接将阿伦吓晕。次日，可怜还以为阿伦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于是便让人给他炖了十全大补汤。看着梅姨的样子，阿伦心里直打鼓，于是就让小猫来给自己试药。看着小猫没事，他才放心的将十全大补汤一饮而尽。就在此时，梅姨急匆匆的跑来说：“咪咪死了啊！咪咪死了啊！谁是咪咪？我那只猫啊！”阿伦大惊失色，想到刚刚小猫替自己试药，以为自己刚刚喝的十全大补汤有问题，当场就跟可怜翻脸，还说她是黑寡妇，想要害自己。眼看阿伦不听解释就走，可怜伤心不已。此时梅姨才把话说完：“我只不过想出来告诉你，咪咪被车撞死了，干嘛找我出气？”晚上可怜伤心欲绝，虽然她家产万贯，但也渴望爱情。可她黑寡妇的名号却让人望而却步。她写下遗书后，决定下辈子投胎能做个正常人。三个鬼老公看完遗书后大惊失色。此时的可怜已经喝得烂醉，就要发生交通意外。三个鬼老公急忙跳上车帮他控制方向。友情提示：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安全你我他，幸福靠大家。被救后的可怜被送进了医院，恰好遇到了正在洗胃的阿伦。喝醉酒开车，差点撞死。年纪轻轻的喝醉酒开车，一定是给小白脸骗了，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。这关我什么事？阿伦一听想要问清原因，却被护士推走。随后护士告诉他，他根本没有中毒。此时的阿伦才意识到自己误会可怜了。就在他要去向可怜道歉的时候，被突然出现的机灵鬼拦住了去路。他告诉阿伦想要跟可怜在一起的方法。明天呢，你自己一个人坐船到鬼灵州，找到鬼王庙，打开鬼王棺，扒开鬼王的嘴，把他嘴里那个鬼王珠拿出来吞下去，卡不死你呢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卡死了，他卡死了，我就成功了。没想到阿伦竟然真的相信了他的鬼话。另一边，三个鬼老公来医院看望可怜，结果发现判官正带着牛头马面来收人，三人大惊失色，急忙上前阻止，结果他们是来要医生的命。三人见状，话锋一转，开始询问阿伦的事情。判官告诉三人，阿伦的命比石头还硬，和可怜是天生一对。三人一听才放下心来，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阿伦，只能来询问他的好友阿伟。请问他在哪里？找他是吗？他去了鬼灵州，去露营啊？不是啊，他说去找鬼王的珠子，想把他吞下去。什么？三人一听大惊失色，明天就是7月14，鬼灵州群魔乱舞，他死定了。阿伦一定是被机灵鬼给骗了，于是三人便钻进雨伞，让阿伟带他们去鬼灵州救人。可在阿伟坐船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他在跟伞里的鬼老公聊天时，被一旁的大妈误会。姐，什么事啊？这小子吃我豆腐啊！大妈的弟弟一听有人欺负自己姐姐，不仅将她的雨伞丢进大海，下船时还揍了她一顿。另一边的阿伦没找到鬼王，就暂时住在了义庄。转眼间来到7月14的晚上，义庄里的鬼魂纷纷苏醒，他们把正在睡觉的阿伦叫醒，以为他是个新鬼。今天是7月14，去开舞会啊，有好多元宝蜡烛吃啊。不去行不行啊？不去，鬼王会生气的。鬼王，走吧。一听能见到鬼王，于是阿伦就跟上了大部队。与此同时，阿伟找了一天也没找到阿伦。就在此时，眼前突然出现一辆纸扎车，于是就想问个路。哎，请问你？哇，嗨，新盖。我不是你会是谁呢？上车吧。上车。眼看是个美女，他没有多想就上了车。很快美女就把阿伟也带到舞会上，很快他就在这看到了阿伦，于是他迅速将机灵鬼骗他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此时两人都意识到这满屋子的都是鬼，于是他们便想趁着他们跳舞的机会偷偷溜走。结果这里的家具都是纸扎的，一踩就破。鬼王一下就识破了两人的身份，窗户跟椅子都打得破，你们不是鬼。美女见自己被骗，非常气愤，就要跟两人翻脸。我要跟你们翻脸！我要你们两人都做我老公！两人彻底被吓坏了，撞破纸房子就逃了出来。众多鬼魂也从缺口追了出来，可很快两人就发现这鬼只会吓唬人，根本没有攻击力。两人用纸扎车就能将他们撞扁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早上。就在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又遇到了那3把雨伞，可结果是运伞的船翻了，大海里全都是伞。两人只好死马当活马医，上前询问：你有没有看见3把会说话的雨伞？会说话的雨伞我这儿可没有，不过打不开的雨伞我这儿倒有3把。
就这样，两人成功找回了雨伞。回到香港后，阿伦和可怜终于完成了婚礼。三个鬼老公看到自己选的帽子，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到这里，影片结束。影片用嬉笑诙谐冲淡恐怖，用鬼怪情深反衬人心凉薄。凡人贪色贪财，趋利避害，恶鬼却知恩图报，纯粹善良。所谓小生怕怕，怕的从来不是鬼魅灵异，而是人心自私，现实刻薄。到头来，鬼比人深情，人比鬼胆小。这部经典港式灵幻佳作，笑着看完，细细回味，满是温柔与唏嘘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